在竞争激烈、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，情绪焦虑如同一种时代病，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。无论是职场中的压力、生活中的挫折，还是人际关系的复杂，都可能成为引发情绪波动的导火索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曾提出，有本事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这一观点。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与情绪管理智慧。深入探究这一理念，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，或许能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。认识情绪焦虑，不可忽视的隐形杀手。情绪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，它表现为过度的担忧、紧张、恐惧等负面情绪，且往往难以通过自我调节迅速缓解。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情绪焦虑的诱因众多。从工作层面来看，业绩压力、职场竞争、加班熬夜等，让许多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。在生活方面，经济负担、家庭矛盾、健康问题等也不断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。长期的情绪焦虑对个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在生理上，它可能引发失眠、头痛、消化不良等一系列健康问题，降低身体的免疫力，增加患病风险。从心理层面而言，情绪焦虑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，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记忆力下降，使人难以做出理性的决策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被焦虑情绪支配的人，容易将负面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，引发矛盾与冲突，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此外，情绪焦虑还会阻碍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人生成长，让人在面对机遇时，因过度担忧而错失良机。稻盛和夫的戒掉情绪理念剖析。稻盛和夫一生创办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第二电电 KDDI， 还在78岁高龄时临危受命，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。他的成功绝非偶然，其中戒掉情绪的理念在其经营与人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创业初期，稻盛和夫面临着技术难题、资金短缺、市场竞争等重重困境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性，没有被困难带来的焦虑、沮丧等情绪所左右。当研发过程中遭遇多次失败，团队士气低落时，他没有抱怨和指责，而是专注于寻找问题的根源，带领团队一次次尝试新的方法。正是这种不被情绪干扰的能力，让他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正确的决策。稻盛和夫认为，情绪往往会蒙蔽人的双眼，让人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。过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理智，做出冲动的行为；过度的焦虑会消耗大量精力，让人陷入无谓的担忧之中。只有戒掉情绪，才能以客观、理性的态度去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在企业经营中，面对市场的波动和竞争对手的挑战，他从不被外界的变化所干扰，而是坚守自己的经营理念，专注于产品和服务的提升。戒掉情绪焦虑的具体方法与实践。培养觉察能力，认识情绪根源。戒掉情绪焦虑的第一步，是要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。当负面情绪出现时，不要立刻陷入其中，而是先暂停下来，观察自己的内心感受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？是什么事情引发了它？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逐渐认识到情绪产生的根源。例如，当在职场中因被领导批评而感到愤怒和委屈时，停下来思考，可能会发现愤怒的背后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，担心领导的批评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；委屈则源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。只有准确识别情绪产生的原因，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调整。改变思维方式，转换看待问题的角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情绪焦虑源于对问题的片面或消极认知。学会改变思维方式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往往能让我们的情绪发生巨大转变。
当遇到挫折时，不要只看到失败的一面，而是思考从这次经历中可以学到什么，它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。比如，一次重要的项目失败了，不要沉浸在沮丧和自责中，而是可以将其视为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，分析失败的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为下一次成功奠定基础。这种积极的思维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3. 活在当下，专注于眼前之事。过度担忧未来或沉迷于过去的错误，是引发情绪焦虑的重要原因。而戒掉情绪焦虑，需要我们学会活在当下，专注于眼前正在做的事情，无论是工作、学习还是生活，全身心投入到当下的每一个时刻，能够让我们忘却不必要的烦恼和担忧。例如，在工作时就专注于手头的任务，认真完成每一个细节；在陪伴家人时，放下手机和工作的压力，用心享受与家人相处的时光。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时，会发现内心逐渐平静下来，焦虑感也随之减轻。4. 通过冥想与运动调节身心状态。冥想是一种有效的情绪管理工具，每天花10-15分钟进行冥想练习，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排除杂念，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，减轻焦虑情绪。在冥想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思维和情绪，但不被他们所左右，逐渐培养出内心的平静和定力。运动同样对缓解情绪焦虑有着显著的效果。跑步、瑜伽、游泳等运动能够促使身体分泌内啡肽等神经递质，这些物质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状态，让人产生愉悦感。同时，运动还能帮助我们释放压力，增强身体素质，提高心理承受能力。4. 成为没有情绪的人并非冷漠无情。需要明确的是，稻盛和夫所说的戒掉情绪，并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感情、冷漠无情的人。人类的情绪是丰富而多样的，喜悦、悲伤、愤怒等情绪都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。戒掉情绪的真正含义是不被情绪所控制，能够在情绪出现时保持理性和冷静，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和处理情绪。在面对他人的困难和痛苦时，我们依然要保持同理心和同情心，给予关心和帮助。在取得成就时，也可以尽情享受喜悦和自豪的情绪，只是在处理问题和面对挑战时，要避免被过度的情绪干扰，以更加客观、理智的态度去应对。5. 将情绪管理融入生活，收获美好人生。戒掉情绪焦虑，做一个能够管理情绪的人，需要长期的实践和坚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从点滴小事做起，不断修炼自己的内心。无论是面对工作中的压力、生活中的挫折，还是人际关系的矛盾，都尝试运用所学的情绪管理方法，保持平和的心态。当我们逐渐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，就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美好。在工作中，能够以更加高效的状态完成任务，与同事和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在生活中，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更加融洽，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的乐趣。情绪管理不仅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人生智慧，它将助力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，更加长远。稻盛和夫有本事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的观点，为我们在情绪焦虑的时代指明了一条自我提升和成长的道路。通过认识情绪焦虑，剖析稻盛和夫的理念，掌握具体的管理方法，并将其融入生活，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情绪的主人，拥有强大而平和的内心，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